提前消费，分期付款真的有点太爽了，它让你感受到消费的快乐，又感受不到花钱的疼痛。你花钱不痛，就很容易忘记自己花过。我当时卡里有2000块钱，哎，明明买了个6000的新手机，第二天一发现，怎么卡里还有2000块钱？我又分期买个电脑，怎么卡里还有2000块钱？我说这个钱怎么花不完呀？当时的生活理念就是活在当下，及时行乐啊。这个快乐就是快乐，就是当下有点太短暂了。当下对我来说就是现在到下个月的8号。8号是还款。我小时候家里经济条件其实还行啊，但我爸这个人从来不会给我一分零花钱，因为他想把我培养成一个勤俭节约的人。我就觉得特别矛盾，勤俭节约作为一个好习惯的前提是得先有钱。一个人有钱不乱花确实值得表扬，没钱不乱花那不应该的吗？就我爸想让我勤俭节约，你得先给我钱，这样我只需要抵挡住一种诱惑，就是不要乱花钱。你不给我钱，我需要抵挡的诱惑太多了。不要偷，不要抢，不要骗。我记得我读中学的时候，我和一个同学同时喜欢我们班一个女生，那个同学会每天偷偷的往她抽屉里送巧克力，那女生不想吃，她又给其他同学吃。我没有钱，我什么都送不了，我只能写情书表达我的心意。那女生不想看，她也给其他同学看。哎，你那情书上的话被别人看见是很尴尬的。我还说那巧克力都是我送的。小的时候因为没钱丢过脸，你长大了有钱就想体面一点。我读大学的时候，我就很喜欢用生活费买那种 logo 印满全身的衣服，从上到下全是勾，这种穿上你不管帅不帅，看起来就特别对，满分穿的。有的人会觉得我这样穿很装很虚荣，我就装。就虚荣，我就需要外表的光鲜亮丽来掩盖我内心的自卑，这种感觉孔乙己应该懂。我都很想问问他，当时不愿脱下的长衫，是不是也是 Nike 的啊？我后来又想再体面一点，我跟我家里说，我想买这个我最喜欢的新款手机啊，6000块钱。我妈说你想买你就想，我爸给我讲道理，他说儿子没关系。你好好学习，找一个好的工作。现在的你买不起，未来的你肯定买得起。未来的我肯定买得起，这句话点醒我了，我就分期付款。提前消费，分期付款真的有点太爽了，它让你感受到消费的快乐，又感受不到花钱的疼痛。你花钱不痛，就很容易忘记自己花过。我当时卡里有2000块钱，哎，明明买了个6000的新手机，第二天一发现，怎么卡里还有2000块钱？我又分期买个电脑，怎么卡里还有2000块钱？我说这个钱怎么花不完呀？我当时的生活理念就是活在当下，及时行乐啊。这个快乐就是快乐，就是当下有点太短暂了。当下对我来说就是现在到下个月的8号。8号是还款的日子。我每个月8号，我一看那个账单，我就在想，人就一定得过8号吗？我可以一个月过2次7号。8号叫我还钱，我没有理他。9号又来催我，我说这是干嘛呀？过号就应该作废呀。每个月为了还上那个账单，我真的是在学校做过不少兼职，当然主要还是靠以贷养贷和欺骗父母。我知道这2种方法都不对啊，无论用哪一种，我都内心备受煎熬，所以我一般是2种方法交替使用。你不能一直欺骗父母啊，你不能这个月跟我爸说，爸，我需要钱去学英语4级，下个月又要学英语6级，再下个月考教资。我家里知道我没这么聪明啊，学不了这么快，而且在父母眼里这也太奇怪了，这孩子怎么平常好好的，那一到8号学习欲望这么旺盛？经常找家里要钱，要这个买学习资料，但是一到期末成绩没有任何变化。我爸都问我，他说你花钱去学的那些知识都到哪里去了？我说都还回去了。其实我分期消费这个习惯已经保持5、6年了，动不动就分12期。
说实话，对我价值观影响蛮大的。我前段时间跟我朋友出去逛街，他看见一件衣服很好看，舍不得买。我说这有什么好舍不得买的？这件衣服不挺便宜的吗？也就100块钱。他说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啊？这件衣服1200。你们懂吗？我现在脑袋里有自己的汇率了，1:12。我现在看见一个东西的价格会下意识的除以12。一件1200的衣服在我眼里是100，但一件100的衣服在我眼里是免费。这不废了吗？我马上给未来的自己写了封信。你还好吗？你应该很久没坐过高铁了吧？所以我下定决心，我要说，我一定要养成一个健康的消费习惯，我就把网贷给关了，不让我关，说我钱没还。我说这个钱能不能不还了啊？就当给我个面子。毕竟当初我用你们钱的时候，我也给了你们一个面子啊。我以前是选择活在当下啊，我发现我活着只能活在当下了。这个未来的钱已经被我花完了，过去的账我又不想还，朋友们没招了啊！真的不要轻易网贷，我知道很爽，但是会不知不觉欠很多。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会让你摇摇头眨眨眼。谢谢大家。我现在是在上海读研究生3年级，我跟阿成是在喜单一认识的。他当时是总决赛第4名，我第2轮就给淘汰了。但他火了之后对我特别好，这2年一直邀我出去写稿，请我吃饭，包括前段时间还让我去给他的专场开场。可以说这2年要是没有阿成的帮助，我早毕业了。本来6月份我就要毕业的，25年6月，我已经延毕1年了。我不是一个读研的材料。我专业是电气工程，我读研3年换了3个研究课题，就因为做得慢，都被别人攻克了。我导师看完我的论文之后，他没说好，他也没说不好，他跟我说研究生最多可以读6年。我自己是不想考研的，是我爸当时跟我说，只要我考上研究生，就给我钱去全国旅游。结果考上之后又跟我说，那些话只是为了激励我。所以就给了我500，我说你不如直接击毙我。500我能干嘛？别人800，那个标兵才能奔北坡。我拿着500去全国走一圈，我22岁出去，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我都不知道能不能安全的回来，出走半生，归来只剩半生。500块钱真的没地方去，我当时在网上搜了，预算500。小众穷游景点推荐，他给我推荐了泸州。泸州是个什么地方呢？泸州是我家。我真的很讨厌我爸这种教育方式，总是拿钱诱惑我，我又总是得不到。小时候跟我说你只要考100分，我给你100块钱。我说考5分能不能给5块？我可以考20次。考不上又要说我，他说哎呦，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啊。怎么别人能考100你不可以？我每次听到我都特别委屈，因为别人家的孩子我看了，没看到，他考试都把试卷挡起来了。我从来没考过100，我最好一次考了98，但不是你一考98他就给你98，他就说儿啊你再努力一下，你再多对他选择题就有100。我为了零花钱，我晚上就得花时间查漏补缺，一边写作业一边等着我爸去洗澡，去他的房间找他的钱包。偷还是不偷呢？这是一道选择题，怎么做才能有100呢？因为我感觉我爸这个人真的对我管得非常严格。我读研的时候，他会每天给我打好几个电话，问我在干嘛。我说我在玩，他就会批评我；我说我在学习，他就会表扬我。但其实我在玩。我不想被批评，我就每次都跟他说我在学习，这就导致我当时延毕的时候特别尴尬。我爸非常绝望地问我，他说
你不是跟我说你天天在学习吗？啊，怎么还毕不了业？我说这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啊，我喜欢学习，我还想再学一会儿。来，我今年都26岁了，我过年回家，我爸还说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叫我学英语，他怕我睡回笼觉，他就在我的床上睡回笼觉，哎，我就去他的床上睡回笼觉，那我真是学不动了。我还记得我小时候，我爸会跟我讲什么头悬梁锥刺股，说这2个人为了考一个好成绩，晚上不睡觉，困了就把自己的头发挂在天花板上，拿针扎自己的大腿。我以前觉得好励志，我现在怀疑他们有表演性人格。我真是接受不了。我要是困了，我肯定不能扎我自己，最多扎我爸，让他回自己床上睡。我有时候都在想一个问题，我说悬梁刺股这2个人每天晚上这么辛苦，这么努力，他们要是知道别人家的孩子有一个叫牛顿的，被苹果砸了一下就发现万有引力，他们会被崩溃呀！啊，是我道具用的不对吗？啊，我就发现我从小接受的这些教育都在讲，感觉你要学习好，你就得先学会吃苦。还有一个凿壁偷光的匡衡，这个人绝了。他晚上为了学习，把隔壁邻居家的墙壁凿了个洞，用邻居家的光来学习。这个故事从古至今2000多年了，没有一个人在乎他邻居的感受。我在乎，他们家的墙壁被莫名其妙凿了个洞，哎，你这种事怎么好意思说出来的？我用隔壁家的 WiFi 我都不好意思。我都怀疑匡衡最开始不想凿洞的，就是他爸。每天在道尔多面前说：“你能不能看别人家的孩子啊？你能不能看别人家的孩子？”他听进去了，他就凿了个洞。你搞得邻居每天活得很没有安全感，总感觉有人在看他，所以邻居晚上睡觉不敢关灯。我觉得努力学习没有错啊，但该休息就是得休息。我现在就有一种休息焦虑。我有的时候晚上吃个饭8点钟就困了想睡觉，但是你8点钟就睡觉，真的会忍不住骂自己是个废物，会焦虑，心里面觉得还是得看会儿书，又不能看，看了肯定睡着了。没办法，只能玩手机。有时候人玩手机只是为了提神的啊。我就这么躺着玩手机，我这玩会儿的手机下来把我砸醒，我又玩手机又把我砸醒。我说这不是头悬梁吗？这不是。昨天晚上10点钟的时候，我爸又给我打电话，问我在干嘛。我说我在躺着。他说你这么早就休息，你不学会儿习吗？我说学啊，马上就学，已经有灵感了。我刚才已经被苹果砸了一下脑袋。谢谢大家。非常开心见到大家，然后做个简单自我介绍，我叫多多，现在是在上海读研究生3年级。开学第一天我就感觉人与人之间的差距蛮大的。我同学问我哪里人，我说我是四川的。他说四川好呀，四川好。哎，我以后可以把我上海的房子卖了，去四川养老。人聊天怎么能这么恶心呢？他不说，我都不知道他在上海有房子。我也很难回答。我说：“哎呦，上海好啊，上海好。哎，我以后可以把我四川老家的房子卖了，去上海等死。”有的时候我也感觉有点自卑啊，我就很害怕他们问我平常喜欢干什么，因为我最喜欢的就是玩手机。但你说自己喜欢玩手机，就好像说自己是个 loser 啊！我喜欢不思进取、自暴自弃，很羞耻，很难说出口。我都说我喜欢玩手机，玩手机啊！你要不自觉带过去啊。但其他人说他们的兴趣爱好就说得很自信。我喜欢潜水、爬山、野外露营，不太理解，又是野外又是下水又是上山，我总感觉这帮人没有进化完全。我们的老祖先就是一步一步花了漫长时间，从海洋到陆地，才从猿人进化成智人的。智人就应该玩智能手机啊！
你让老祖先怎么想？老祖先一看，我去，怎么还在爬山呀？咱没有手机应该好好玩啊。咱老祖先当年没这个条件，你给他一个手机玩，他不知道玩得有多开心。每天窝在洞穴里刷 B 站，直接从猿人进化成2次元人。就我真的很难理解他们那些爱好所带来的快乐。爬山我觉得累，潜水我觉得贵啊。而且这些人出去玩就出去玩，经常发文配朋友圈说什么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我缺的是勇敢吗？我这个人最不缺的就是勇敢。我妈跟我说，你再玩手机眼睛就瞎了。我还玩，我也可以做到很勇敢啊！我也可以去潜水，让专业教练带着我1个小时700块钱，结束之后跟他说：“哎，我没钱。”所以不是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啊，是有钱的人先享受世界。没有钱我都不能买我喜欢的手机。你别说享受世界了，我只能享受花呗12期免息。我都不理解，光有勇敢没有钱是怎么享受世界的？你是不是走到银行门口说：“哎，要不然我今天勇敢一把？”我感觉这个社会对玩手机充满偏见啊。什么学习不好，手机玩多了；眼睛不好，手机玩多了；睡眠不好，手机玩多了，那咋了啊？这不是应该的吗？手机带给你这么多快乐，你受点伤害怎么了？你快乐都是有成本的啊！你像潜水，万一潜着潜着一回头氧气瓶丢了，那不完了吗？啊，还得再买一个。就我觉得兴趣爱好是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的，但玩手机就好像这个鄙视链的最底端啊，玩安卓手机更底端。你像喝酒也会对身体有害，但你在上海这种城市，你说你喜欢喝酒，听起来就比喜欢玩手机更体面一点。啊，我有个朋友特别喜欢标榜自己爱喝酒，我问他喝啤的还是白的，他说 low，从来不喝，他都喝高级的葡萄酒，因为喝多了不会头痛。哎，我说你为什么不直接喝水？我问他高级在哪里，他说他的葡萄是法国产的。我不知道他拽什么，我的苹果还是美国产的。哎呀，很多人喜欢喝酒，无非就是喜欢那种被酒精麻痹自己，慢慢忘记烦恼的感觉。玩手机也可以麻痹自己。我手机玩了6年都玩烂了，现在边充电边玩手机，手机都漏电。我觉得很奇怪啊，明明大家都在玩手机，你很难光明正大的把它大大方方讲出来。没有人在自己工作简历、兴趣爱好那栏说喜欢玩手机的。都说喜欢看电影、听音乐、拍 vlog， 那不就是玩手机吗？你干嘛不能大大方方讲出来呢？啊，你对手机来说很不公平的。你手机帮过我们缓解过很多尴尬，有的时候在电梯里遇到一些半生不熟的人，你真的不知道说啥，你都低头玩手机。没有人说哇好尴尬呀，我要攀岩啊。我知道大家今天的手机都被没收了啊。你们以为是怕你们录音录像吗？啊，其实是怕这个思维导师点评太尴尬的时候，帮着你们。偷偷玩手机，偷偷玩手机。前段时间我有个朋友约我早上8点钟去市中心攀岩，我根本不懂攀岩，我只在上学的时候翻过墙。他说攀岩不一样，攀岩有不同的线路、不同的难度。我说爬上去之后干嘛呢？他说跳下来。我说跳下来，然后呢？他说再爬上去。我说跳下来之后不应该去上网吗？我那天到了攀岩馆之后，我就看见我说我肯定爬不上去。我说咱能不能坐电梯啊？他说你相信我。他说攀岩是一种高级的快乐。是一种你经历重重困难，最后达到目的地会产生一种征服感。我说征服感，我为了来攀岩，我定了早上6点钟的闹钟，
挤了1个半小时的早高峰地铁，换乘了3次，有不同的线路，不同的难度啊。我征服谁了啊？我征服了。我最后还是跟着他爬了2个小时墙啊！结束之后，唯一的感觉就是累得想死。我为了缓过来，在床上玩了2天手机。我今天已经讲了5、6分钟了啊！我想去玩手机了，拜拜拜拜。我现在在上海读研，学的工科电气工程。我非常不喜欢这个专业。我高中的时候想学表演，当演员。我爸非逼着我学工科，也不说为什么，就只会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不理解这2句话，除了押韵，还有什么逻辑？学好数理化，没让我学英语。走遍天下，走遍上海的困难。走遍天下都不怕，也没说怕什么，就反正什么都不怕。我要是走在路上遇到有人抢劫我，让我把钱交出来，我说等一下，要钱没有，但你看化学95。我抢劫犯说厉害厉害，不抢了不抢了啊！我把这些货讲给我爸听的时候，我爸根本就不在乎，就在你面前换一套逻辑。那小孩子没见过世面，什么都不懂。听爸的准没错，我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路都多。我听到这句话，我脑袋里的逻辑体系彻底崩塌了。吃盐是重量，走路是距离。我怎么比？我要是相信这个，那怎么学好数理化？因为我的学校、我的专业还有我考研这些选择，全都是我爸替我决定的。我就经常在想，我为什么要读书？有没有可能我就是一个工具人，在帮我爹读书？我爸高中都没读完，没过几年，我哥就出生了。我哥6岁上小学，5年级逃课去网吧，4季风雨无阻，3餐简单对付。我爸可能觉得这个耗练废了啊，那一年我又出生了。整个时间线相当有逻辑性。那现在我这个小号不行了，这个电气工程专业我学了6年了，大学4年，研究生2年，年年倒数。就我现在学业焦虑，我都不是害怕不能毕业，我怕我真毕业了，顺利进入我们电器行业，我怕他招不住。就我在手机上刷新闻，说我们电力行业某些领域又有了新的突破，即将实现全面自动化，减少人工操作。我心想你可快点吧，留给你们的时间不多了。就关键我爸对我期待特别高，啊，每天向咪咪给我打电话，儿啊，你要好好努力，天天学习，长大以后挣大钱，光宗耀祖。我不理解，祖宗是大家的祖宗，你怎么不努力啊？就这2年最让我难受的就是，我发现我跟我爸完全沟通不了。我跟我爸说，爸，我现在的生活很痛苦。他说，那你别痛苦。你有的吃有的穿，有什么好痛苦的？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讲脱口秀。他知道我每天为了讲那种开放麦，来回地铁4个小时，1分钱挣不到，只为了上台当几分钟小丑。共情了。他问我，哎，你为什么不把那些时间啊拿去要饭？还能为什么？地铁不允许。节奏蛮有意思的。我说我想休学1年，我想停下来思考一下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喜欢什么。
这句话在我爸听来就是我不想活了，我要自暴自弃，就完全没有办法沟通。很多人说父爱如山，什么叫父爱如山呢？就是你和他说话，传回来的就有回声。我说我不快乐，传回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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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到这里现在，我现在在上海上学，啊，我从小到大最怕的一件事，就是找原生家庭要钱。其实我家里经济条件还可以，但我爸这个人对钱看得特别重，他怕我乱花钱啊，就特别喜欢说一些夸张的话，让我产生愧疚感。每次我把我的困难和我爸说，他就要把他的困难和我说。我说爸，我想买件新衣服。新衣服得买啊，新衣服得买。我都4、5年没买过新衣服了。我说爸，我要交学费了。上学好啊，上学好。我不吃不喝也要供你上学。我心想这也不至于吧？啊，学费就几千块，把房子卖了就行。就是我爸这样说话，就会导致我每次花钱的时候压力都特别大。每次花钱的时候，我就感觉我爸就趴在我背上，啊，在我耳边说话，没事儿，你花吧，没事儿，都是为了你好。就有一次我在线下刚讲到这里，就有一个观众听哭了，把我吓一跳，我还以为他看见我爸了。而且我爸每次给我钱的时候，他很喜欢在我面前算账，算在我身上花了多少钱，然后一边算一边说：“儿啊，这些就是对你的投资，你只需要好好学习，考个清华就好了。这怎么能是投资呢？这就是赌博。”我有一年生日，我爸大方了一次给我钱，他说：“你生日可以买点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就买了一件500块，特别帅、特别好看的新衣服，有多新呢？啊，那是一种虚荣心。那我爸知道之后，他就问我，他说买的衣服多少钱买的哈？我说500，他说500呀，买的什么衣服呀？该不会是清华的校服吧？一句话就把我整难受了。我当时，其实我知道我爸挣钱养家很不容易，没有他我也不可能来上海上学，现在也不会不小心沾染上脱口秀。我现在回报我爸的方法就是给他提供情绪价值啊。我提供情绪价值的主要途径就是，我通过脱口秀赚的钱，给自己买一件500的衣服，然后我爸问我多少钱的时候，我跟他说50，我说50他就开心啊，觉得我又乖又懂事，还给我报销了。我转念一想啊，虽然我倒贴了450，这就相当于我孝敬给他了。虽然他没收到，但是他开心了，这份开心的情绪就价值450，这就是情绪价值。就思路打开之后就变得特别完美啊！我有新衣服穿，我爸也开心了。这件事情让我想起来我小时候学到的一句谚语，就买一件衣服，我出450占大头，我爸出50占小头，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一对好朋友快乐负责了。讲到这里先。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数。我之前做过编剧，现在无业，然后不是很想上班，因为感觉上班太累了，每天醒了就工作，困了就喝咖啡工作，总是要往身体里加一些液体来让自己保持续航。有时候感觉我也不是年轻人，我是个汽车人，对吧？现在年轻人动不动，对吧？现在年轻人休息也不叫休息，对吧？叫充电。新能源汽车人，难怪现在年轻人动不动就燃起来了。我其实有时候也不太理解为什么就是上班困的时候就一定得喝个咖啡来提神，我就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在网吧通宵的人会喝咖啡，他们只吃泡面。打游戏只会让人饿，不会让人困，说明游戏本来就提神。所以我们上班困的时候不应该喝咖啡，应该打游戏。
其实不想上班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害怕。最近几年听说过很多那种加班猝死的新闻，所以现在很多那种大公司都会开始配备那种 AED 的急救装置啊，如果发生了猝死，就能够及时的抢救回来。真好，真贴心。这样我就有更多的机会猝死了。那大公司机会就是多。让你猝的没有后顾之忧，对吧？想猝就能猝，猝完还能猝，对吧？这个措施可太奇怪了，就是他们想的办法不是怎么才能不猝死，而是猝死了怎么办，对吧？他面对猝死的态度不是不要，而是别怕，把加班猝死，不解决加班，解决猝死。你感觉比起按时下班，还是起死回生更容易一些？我相信劳动的法律，他相信医学的奇迹。如果我入职这家公司，我看见了 AED， 那我就知道这个班是加定了，对吧？它不但不会减少，还会增加。因为如果我加班猝死的时候，如果要用上 AED， 那说明还有另一个人在加班呀。一个 AED 就赠送2个加班额度，猝死促销。2个人每天晚上就在那战战兢兢、面面相觑。今天咱俩谁是谁的爹呢？感觉现在睡眠就越来越少，对吧？甚至现在每年的3月21号还专门有一个世界睡眠日，来呼吁对睡眠的重视。你从这个日子就能看出来多么的迫切。3、2、1睡。我感觉世界睡眠日简直就是世界上最卑微的节日。它有一个活动叫做多睡1小时全球公益活动。多睡1小时，活动力度也太大了吧。甚至后来这个活动就变成了早睡1小时，也太懂事了吧。我能不能多睡1小时？不行，那我自己早睡1小时。哇，这1小时都不帮我呼吁了，让我自己想办法早睡1小时。我觉得这是截然不同的概念，只有早上我晚起1个小时，我才觉得我多睡了1个小时。晚上早睡1个小时，我觉得我少玩了1个小时。你都不知道再这么呼吁下去还有什么活动，只睡1小时。你感觉睡个觉，多睡点觉怎么就这么难啊？我就想睡觉，我就爱睡觉，我做梦都做梦中梦，我睡觉的时候都在睡觉。但是结果网上说，睡觉睡太多了，可能是嗜睡症，说我有病啊。我说这也能是一种病？那我能不能请病假呀？为什么没来？身体不舒服，困了，想挂号去酒店看看。对，这就是现在的评价体系啊！你每天睡得多，你有嗜睡症；你每天吃得多，你有暴食症；你每天动得多，你有多动症。你每天工作多，你有上进心。对工作的评价也太积极了吧？你提到学习和工作，都是那种正面的词汇啊，都充满了赞美之情。什么废寝忘食、孜孜不倦，我天道酬勤。你一提到休息，好吃懒做，游手好闲，为我50。你感觉从小学的那些知识也没有什么鼓励休息的，对吧？他只有孙权劝学，没有孙权劝教。什么士别3日当刮目相看，你没睡醒当然要刮目相看了。我听到最多的一个鼓励休息的词是劳逸结合，还得跟劳结合。啊，就不让我休息，对吧？你天天灌输这些牛马的思想啊，就不让我休息，就不让我休息，对吧？困了给我杯咖啡让我醒过来，对吧？猝死了给我个 AED 让我活过来。怎么地球没有我是转不了了吗？废物地球。啊，你就这么一直想让我再生，完了，年轻人真成新能源了。来，这样你谢大家。谢谢大家好，我是小鹿啊。
今年来录节目之前呢，我一个朋友建议我让我去打个瘦脸针，说把我这个腮帮子打掉啊，上镜更好看。但我心想，我又不是靠脸吃饭的，对吧？所以我就去了。反正也不靠脸，段子不好整，脸还不好整吗？不好整。我去到了那个搞脸的地方，跟那个医生说了我要打瘦脸针。说完之后，那个医生的反应啊，颠覆了我对一个医生严谨务实的认知。他当时看着我的脸，面露难色，说：“你这个脸，光打瘦脸针也解决不了问题啊。人这辈子最怕从医生嘴里听到的话，应该就是，哎，普通人对着你，你会觉得你有病吧？但是医生对着你，你会觉得我有病吧？尤其是一个搞脸的医生对着你。”那基本就是对那颜值打咩了，因为他肯定不会对着刘亦菲的脸，他只会对着他的脸。接下来啊，那个医生就开始对着我的脸一顿指点，说：“你看，你的两颊本身就比较凹陷，打了瘦脸针，侧面就会更寡。”你的颧骨，两颊必须做填充，填充完，山根也得垫，垫了山根，那你下巴就太短也。妈耶，我只是想打个瘦脸针啊！那天听完医生那一顿啧啧称丑，我甚至产生了一个冲动，想说，要不老娘今天就干一票大的。我被这个冲动吓到了。我本来只想缩脸，现在却想换头。哎，这个医生他很会搞人心态呀。你看他无中生有的给你的脸创造问题，让你焦虑，让你交费，对吧？他不像人家正规三甲医院医生一样给你大事化小的消解问题。我希望有一天咱们走进这些搞脸的地方的时候，这些搞脸的医生能够拿出人家三甲医院医生那种务实的态度来对我。我走进去说：“医生，我觉得我腮帮子有点大。”医生说：“你看一下，这也不大呀，回去多休息，少嚼点牛肉干就好了。”我说：“啊，医生，那我鼻子也很扁，需要垫一下吧？”医生说：“我量一下，不影响呼吸吧？”没事，以后砸扁了再回来垫吧。啊，医生，这都不需要整一整吗？可是我觉得我整个人都很丑啊。医生说：“丑什么丑啊？外面多少真的丑的人在那等着呢。”你这点小丑来浪费我的时间。你们现在年轻人就是上网上太多了，胡思乱想。实在不自信，给你开一个美颜滤镜吧。我真的是想了很多，我甚至想到作为一个脱口秀演员，我是不是有义务把腮留住？因为现在活跃在屏幕上的这些帅哥美女，都是那种一水的锥子脸，对吧？越来越单一的美，只有我们脱口秀演员还在坚持多元的丑。这份坚持很可贵啊，因为如果人类都去疯狂的磨骨削腮的话，就这么进化下去，总有一天人类就进化的失去自己的腮帮子了，那样人类会变得很脆弱的，因为我们遇到困难都没有办法咬紧牙关了。而且呀，其实丑才是脱口秀演员的安全牌。你想，如果我的人设是中国最丑女脱口秀演员，那你们这辈子都不会听到我塌房的八卦。说，哎呦，别看小鹿在台上丑成那个死样，私底下可是国色天香呀。也太安全了啊！但是这个丑陋赛道呢也不好走，一是太挤，现在你们脑子里人满为患。二是啊，现在观众很善良，总喜欢夸脱口秀演员长得好看，就跟那些粉丝喜欢夸爱豆有实力一样。有时候我上台也会听到有观众嗷出一嗓子“姐姐好美”，哇，我真的是好局促。我心想，能有多美？这才哪到哪儿啊？你们吃点好的吧。
用好美来肯定好笑，非常善良，但是没必要啊。长相普通，段子好笑，他就不值得夸赞吗？对吧？我希望以后我上台，观众能如实的夸赞我，姐姐好普，professional 的普，又普又好笑，做喜剧的料。那这个时候我也会真心实意的谦虚说：“哎呦，哪里哪里，我只是幽默而已，你们才是真的普通。”哎，咱们今天观众很好啊，很能接受冒犯。因为现在啊，说人普通都已经是骂人的词了。哎，普通怎么了？对吧？这个世界不就是我们普通人的吗？啊，我觉得舞台上应该更多出现普通人的脸，影视文学作品应该更多的去书写普通人的故事。要拍就应该去拍什么小美人鱼、普少女战士。然后大家刷短视频一点看那个电影解说都是，注意看这个女孩叫小普。很明显啊，我最后没有换我的头，因为我享受做一个普女，就很稳定，有一种那种有编制的安全感。我不想再努力了，但是我非常钦佩那些还在为美丽努力的人啊，而这些为美丽努力的人居然被骂什么整容脸、假脸，我觉得太没有天理了。整容脸，那不就是天道酬勤吗？美那都是不劳而获呀，不劳而获有什么好夸赞的？啊，我觉得在颜值这块，真正应该被夸赞的就是那些从平平无奇的脸上平地抠饼、灾后重建的人了。我觉得所有换了头的偶像明星就应该大大方方的告诉自己的粉丝，自己原来长得什么鬼样，这样你的粉丝才会知道他的 gay 有多努力呀。一旦有黑粉来攻击你的时候，你的粉丝就很有底气的亮出哥哥以前的丑照，跟对方对峙说：“你知道我们哥哥多不容易吗？哥哥刚出生的时候多丑啊，那鼻梁多塌呀 ，AKA 伏地魔。哥哥的山根垫了整整8次才垫起来，练习生5年，哥哥在医院躺了4年半。”给给一直在微笑着面对，给给完美微笑背后是什么？是32颗烤瓷牙，烤瓷牙多疼啊！哎，我们的给给在疼的时候，甚至都没有办法咬紧牙关。好，谢谢大家。哎，什么？哎，我什么词儿？大家好，我是新仔。想必第1期都看了吧？也比较了解我的表演风格了，是吧？哎呀，我的一些朋友呢，看完之后对我的评价是：新仔，要不你该干嘛干嘛去吧，别祸害脱口秀了，别人干啥你也干啥。我说我一开始就是讲单口的，他们说你讲了吗？你不就演了吗？整得跟艺考现场似的，你都多余写那些词儿。你就应该上来直接说大家好，接下来我给大家塑造一个酒蒙子，你都不用说大家好，你就应该说各位导演好啊，你直接试戏不就完了吗？咋的？最近接不着活了？我说你别说的我贼尴尬。但同时呢，我也想到了很多小时候的事儿。我从小就很喜欢表演，高考的时候也参加过艺考，当时老师给我们的考题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表演一种动物，我们10多个人。有演老虎的，演猩猩的，演蛇的。到了我这儿，各位老师好，我叫詹鑫。接下来我为大家表演的是一只猫，一只看见主人在和其他猫玩的猫。你看我干什么？玩的挺好的，看我干什么？你过来干嘛？你别跟我玩啊！你别跟我玩，你别碰我啊！你别碰我啊！你再碰，你再碰，你别碰！别碰我！哎，你这人，你真是你，老说让你演的是猫，不是东北傲娇老爷们儿。考试虽然没考上，
但是现在就是兜兜转转也干了这行了啊，而且还接触到了很多新鲜的事儿，比如偶尔我会接到一些商务，商务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拍广告什么的啊。但第一次我不知道，商务这个词对我来说只是一种车型。哎，新仔，我给你接了一个商务，我说不是应该商务来接我吗？很尴尬。这些尴尬都来自于我最近生活中的一些变化，但这都是小事儿啊。我最尴尬的一次，是有一个大哥他要跟我合照啊。有一天晚上，我着急去一个快餐店，然后这大哥迎面走过来，啊，看到我之后缓缓放慢了脚步。我知道大哥把我认出来了，我也知道他很有可能要我跟他合照。一般情况下我是不会拒绝的啊，因为一个陌生人他只有喜欢你，他才会跟你打招呼、跟你合照。这对我来说是荣幸，但是那天我着急出门，我头没梳脸没洗，我穿的也邋遢，我不希望这样的形象出现在别人的手机里，而且当时那件事真的对我很重要，我就赶紧加快了脚步，假装看向旁边，余光发现大哥已经跟上来了，我心想我该怎么办？待会儿说什么？新仔，我能跟你合照吗？我说不行啊，感觉像在耍小牌。我想那我就跟大哥解释清楚吧，但当时的理由，说实话，我有点说不出口。我总不能跟大哥说，我说，不好意思啊，大哥，你看我今天我睡了一天，刚睡醒，我醒了，我突然想起来今天是礼拜四，我要去的那个快餐店呢，他每个礼拜四啊，都会办一些非常疯狂的活动。我就赶紧打开手机软件，我发现4个套餐已经售罄3个了，我赶紧点，发现这软件卡住了，他家软件确实不太好使啊，我就赶紧下楼买了，再晚2步，别这个套餐也卖没了。我要这么说，大哥肯定会怀疑我的精神状态，而且这也太像一个1对1的商务口播了。我想我不行，我就编个理由吧，我就说，我就说朋友请我吃饭，那也不耽误拍照啊。我就说我去拍商务了，我谁大半夜的穿这样，正想着呢，大哥已经过来了。哎，是新南吗？哎，能跟你合个照吗？我说对不起，我有一个商务宴请。大哥都懵了，他不知道自己耳朵听见了一个什么东西。我说新仔，你这说什么鬼话？什么是商务宴请？但是话已经说出口了，我也没有办法，我就商务宴请，大哥。啊，谢谢啊。一回头，发现肯德基已经近在咫尺了。众所周知，在肯德基办商务宴请的只有初中生啊。当时只有10米，我就放慢了脚步，一边走，一边在心里估算大哥离开我视线范围的时间。走到门口，我心想应该差不多了吧。一回头，发现大哥正拿手机拍我呢。说实话，当时的我有很多种选择，我可以径直离开，但是我舍不得这个折扣。我也可以跟大哥说实话，我就让大哥把我当傻子，怎么了？但是我没有，因为我时刻在以一个演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这场戏从商务宴请就已经开始了，生活处处是舞台。当时我来不及多想，我一咬牙一推门，哎，大侄女，生日快乐！晚饭点的肯德基啊，被我硬控了1秒。不知道的以为原神出什么新活动了呢。所有人都不明所以，只有一个坐在门口的小孩，他说了一句话，声音震耳欲聋。他说：“你是新仔吗？”我说：“你要合照吗？”说到这儿，谢谢大家，我是新仔。大家好，我叫唐香玉，今年30岁，单身，至今未婚。我讲了很多催婚的段子，为啥对这个事儿这么大情绪呢？因为我有一个很厉害的3姨，一直盯着我的婚姻问题。我3姨什么人呢？知名媒人，乡村丘比特，在我们当地说媒几10年，所到之处狗都没有落单的。巅峰时期，给村里的老赖都说上了媳妇儿，简直是功德无了。
但我一直不找对象，很影响3姨的口碑，所以他现在是个男的都先介绍给他外甥女，不管有啥毛病。太厉害了，我觉得他已经不能称之为媒人，他是猎人，狩猎范围相当广，既能给我联系到上海外企的白领，又能给我找镇上2婚养牛的。养牛挺好，2婚也可以，主要我小时候被牛顶过，受过伤。他又长得咋说呢，跟牛魔王一模一样，长得太敬业。3姨劝我了，说你别挑长相，人条件不差。我说那是啊，将来带出去，谁不说一句你对象是真牛？他说你管这些干啥？你要是跟了他，没别的，光牛肉都吃不完。我说就没别的了，你还是说点别的吧，我没有那么爱吃牛肉呀。3姨说那毛肚吃不吃？牛大哥其实人不错，聊了不到半个月，我就学会了养牛。我打听了一下，他老婆跟他离婚之后自己干也养牛，也就是说跟他有过情感纠葛的女人，都闯进了畜牧业。我突然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我说比起婚姻，你可能更适合干培训，授人以牛也很牛。跟他比起来，白领哥的花样就多一些。我俩都在上海嘛，他一直说想约个饭，但迟迟定不下吃饭的地点。我寻思是不是怕花钱呀？那我来定也行。他说绝无此意，只想找一个能看到东方明珠的饭店。外企是讲究要用东方明珠下饭。然后我们俩去了东方明珠旁边的海底捞，完全看不到东方明珠。吃着吃着，他突然说要对他父母好，他父母都没吃过海底捞，这孝心也太突然了。旁边的服务员都不敢动了。完了，我也没有服务过我的父母，当时就要买火车票回老家给父母洗脚，做美甲。我也不知道说啥，我说那咋办？那让你父母来一起吃。他说父母都在老家呢，没有来过上海，越说越伤心。最后发誓一定要带父母看一次东方明珠。眼看要哭了，我赶紧安慰他，我说这个事儿也不能怪你，主要责任在东方明珠。他在上海这么多年了，都没想过让你父母来看看，长个大高个子，一点人事儿不干啊！当天晚上就把我拉黑了，把3姨也拉黑了。3姨气坏了，说人这是孝顺，你挑啥？我说跟他在一块儿，我觉得我不孝顺。他爸妈没看过东方明珠，我爸妈还没坐过航空母舰呢，这去哪说理去？太伤人了。好不容易有一个男人愿意把心掏给我，居然是孝心。我也想跟3姨好好说话，像从前那样，但现在2句话就能扯到这些事儿上。前2天给我打电话聊起来，说一起跳广场舞的认识了一个姨，脾气好，人也勤快，要是能给我当婆婆就好了。我想问那个姨做错了什么？那个姨甚至都没有儿子呀，就要给我当婆婆了，这是什么模式？消失的她，老公已经这么没用了吗？哦，人问我你老公呢？我说还没出生呢。太独立了，咱们独立女性就找独立婆家。好像一切努力都是为了找个好婆家，从小就这样。结婚真的太重要，有什么好东西也要留到结婚。我们家有一床蚕丝被，距今已经有13年的历史。我说我这辈子没盖过这么好的被子，能不能盖一下子？说行，结婚手给你。现在不行，我不得不去查了蚕丝被的使用禁忌，是不是未婚盖了不吉利？什么蚕这么厉害？哦，脑残啊！我讲这些也有人问我3姨会不会生气。其实我在我短视频里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她就是不往心里去，就是不跟我断绝关系。我今天借这个机会也想跟3姨说，为了你的事业我真的尽力了，但我也要搞事业。我知道你也是怕我一个人过得不好嘛，但你还记得吗？我会养牛。
我能把牛养好，也能把自己养好。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我是门枪，大家好。哎，有点后悔来这个节目，有点后悔，因为我感觉就是被节目组忽悠了，你知道吧？当时导演找到我，他说：“哎，门枪，你来，这个比赛在上海录，你是上海人，你有优势，你主场作战。我到这里来了，一看，就我一个上海人。哎，这哪里是主场作战？这最多就只能是主场做客。”我还问导演说：“我说导演，我用沪语讲段子来塞不啦？”导演说：“啥意思？”我觉得没有人数优势倒也算了，至少有个地理优势吧。这个节目在杨浦区录，我家住在奉贤区。你们知道杨浦离奉贤有多远吗？我每天早上从奉贤打车北上，要2个小时。我出门碰到邻居，我说我去杨浦上个班，他说：“哎呦，去上海出差了咯。”而且我特别害怕节目这种陌生环境，因为我很怕不能融入，你知道吧？我很怕不合群，很担心被排挤。大家知道的，上海人在上海就最怕被排挤。多虑了。来到这里，很多演员都很亲切地问候我。他说：“哎，门枪，你辛苦了啊，辛苦你一个上海人要排挤我们这么多人啊。”我就非常要小心翼翼地去融入五湖四海。我观察了一下，东北演员特别多，于是我用出我的毕生所学的东北话去搭讪他们。我主动给他们推荐我们上海的本土的传统美食——咖啡。我用东北话推荐，我说：“哥们儿，这咖啡老好了，哐哐炫啊炫！啥喝了睡不着了啊？你就是没喝到位，再整点，再整点，透一透。”我现在在这个节目有个昵称“咖啡蒙子”，我知道这把稳了。有昵称说明表示亲切，融入成功，手拿把掐。不单录节目，我感觉我这一辈子一生都是在为了合群而如履薄冰。我当时刚毕业实习，去外企实习，我也很难融入，因为我发现同事们都会讲一些我很难理解的散装英文。我实习第1天就听到2个同事在茶水间聊八卦，我给你们学一下。Well， 侬晓得不啦？Jonathan， 当爸爸喽，儿子昨天出生了，儿子3100G。3100G， 他儿子是个移动硬盘吗？后来我才反应过来，哦，3100克。哦，你们初中物理也不是很好呢。这外企真的太帅了，一定要说3100G，我不能说6斤2两嘛。我还想，如果万一以后我上班遇到一种紧急情况，就肚子疼想方便啊，万一卫生间正好没有空位，我是不是也要用外企的方式去求助啊？我是不是要这样求助 ？Dear， 我这里有一些 situation， 你的 project 能不能 ASAP？ 求求你给我点 feedback， 我真的要到我的 deadline 了。平时上班和同事话也说不到一块儿，饭也吃不到一块儿，得被迫合群。到了周末就不一样了，可以自由拼。肯德基周末疯狂拼 Crazy Weekend 拼，29块9选3个老北京鸡肉卷配一个甜品蛋挞，这么多，而且跟外企的说话方式一样，都是中外双拼。上班在 office 拼累了，周末就来 KFC 拼。合群这件事情真的对我来说太 important， 因为我从小家教就很重视合群这一块嘛。我是一个上海人，但是大家知道上海人也会分很多种，有很多种分法的。我是所有上海人中最正宗的一种，我有一半苏北血统。
这个主要是继承自我的嗲嗲。因为很多上海市民往上倒3代都不是本地的，都是从外地迁移过来的嘛。现在讲到苏北，大家会挺开心的，感觉很开心。但以前不是的，以前我爸爸常因为他是苏北人而自卑，所以他一直关着我。他说：“门枪，你去读书，千万不要让同学知道你是苏北人，要合群，知道吧？千万不要让同学知道你是苏北人。”我说：“我知道了。”然后上课的时候，真的有同学问我，他说：“门枪，你是哪里人啊？”我说：“巴斯苏波冷啊。”露馅了，我爸就很不开心，但是我知道现在长大，我就知道任何地方人都很好，上海人很好，苏北人很好。我现在而且特别喜欢苏北口音，我觉得苏北口音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苏北口音很有松弛感。我是怎么发现的啊？我女朋友小程，100%苏北血统。她在家里护肤的时候，她会这样跟我讲，她说：“门枪，你去帮我拿一下那个雅诗兰黛小棕瓶。”雅诗兰黛，哎，雅诗兰黛听起来不贵了，朋友们，20块钱1瓶。过一会儿，他开始刷短视频，现在很多短视频都炫富的，他刷，他说：“哎呦，什么时候我也能住进汤臣一品啊？”到汤臣一品我还听得懂哦，毕竟我50%苏北血统。出门时候他跟我讲那个我实在听不懂，他说：“门枪，你去帮我拿一下那个可可。”我说：“什么可可？是口罩吗？还是奶茶吗？”他说：“不是的，是那个香水 Chanel 可可 No.5。”当他如此气定神闲地说出以上这些话，老实讲，我被迷住了，我也被治愈了，你知道吧？他那种完全不在乎、完全做自己的那种态度，怪 so amazing。就我发现，原来小心翼翼的合群，就不如开心的自己做自己嘛。用自己的声音讲自己最想讲的，我也觉得这是这个话筒的意义，这个麦克风的意义。所以就爱咋咋地，祝大家的段子都嘎嘣脆。祝大家所有的人的表演都令人5迷3道，贼咔咔炸场。我今天舞台的时间也到 deadline 了，谢谢大家收听。大家好，我是杨丽。确实有点上年纪了，你知道，比不动了。而且刚刚国仔也说，这是我们就是作为这个身份最后一次在这个节目中表演脱口秀了。但也是我本人最后一次参加脱口秀比赛类的综艺了。不用啊，你知道，你仔细想，其实没有排掉几个节目，因为我接下来要去全力准备我的个人专场的巡演了。真的承诺大家好几年了，今天终于要兑现了，对吧？我下定决心回到剧场的原因也很简单，就是我想收大家点钱。这是不太好听，但是实话啊。因为最后一次演，我其实也想跟大家说一些真心话，就是自从我入这一行以来，最常听到的评价就是敢说。每一次就会有人就来跟我说：“你怎么这么厉害，这么敢说？”我真的很无奈，因为我知道我不是敢说，我只是不知道这些东西不能说。很多人说自己的成功靠幸运，反正我是真这么觉得的。就是等我后面知道这些东西不能说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因为哪怕我有的时候想说点好话，我有的时候想说，其实有些男的某些方面也挺好的，所有观众都会说哈哈哈哈，反讽。你知道，敢说是大家对我最大的误会。我原来不承认，只是因为那样显得比较酷一点。其实我一点都不敢说，我可怂了。没有那种吗？我从小就特别不能理解别人说的一句话，就是不要在背后说别人坏话。我想说啊，那要当面说吗？不敢。我同学说，那你要是考虑一下就不说别人坏话呢？我说啊，我做不到。这就是我的问题，就是我不光怂，我还特别睿智。我唯一敢说别人坏话的只有2个地方，一个是背后，一个是台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个舞台对我来说就像有种魔力一样，就是我一上来我就觉得好安全，我什么都可以说，没关系，我甚至可以信口雌黄，就像被谁附了体一样，可能是罗永浩吧。就是我一站在这儿，我脑子里仿佛就有一个声音在说：“杨丽，没事儿，你谁都可以骂，谁也不能拿你怎么样。怎么这个段子好像会提到前公司的一些恩怨。”我可以讲吗？你可以讲，因为你是罗永浩啊。你不光现在可以讲，你10多年以后还可以讲。但
我很喜欢这种生活。然后就导致我在台上的形象就确实显得比较有攻击性，然后有很多认识我的朋友就给我出主意，说你杨丽这样对你不好，你应该想办法多多展示你生活中的样子，你知道？我就开始了上各种综艺，所以别的艺人都是，就开始说那种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的作品，离我的生活远一点，只有我每天在那儿，希望大家离我的作品远一点。但怎么办？后来我就给自己想了一个办法，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原则，就是。我就说，我这样，我以后除了上台上讲段子以外，我就不在任何场合吐槽别人，我只夸别人，对吧？比如说，我要是看到一个什么剧啊、电影好看，我就上网夸他，对吧？这样总不会出问题了吧？直到我有一年过年看了一个我觉得特别好看的电影，叫《满江红》，我觉得很好看，我就分享了一下，大年初一就上热搜了。有些朋友很不开心，就觉得我为什么要夸一个这么不尊重女性的电影？头像点进去以后，发现大部分都是女生。我当时就看着想说 ，OK， 其实往好了想，是不是说明被我分裂的两个群体，其中有一部分已经被我亲自弥合了？最起码他对在我这个人的看法上，他们已经不再对立。你们也知道害怕是不是？你知道这是我第一次就是被女生骂，所以我就看得很仔细。我不得不说，用词确实比之前的一些群体要文明许多。真的，兄弟们，真的，这个我得批评你们一下了。其实不用脏话也是可以骂人的，你知道吗？就是他们只是表达了一下自己的失望，就说杨丽你太让我失望了。那这个电影前面有几个笑话那么不尊重女性，你为什么要夸这个电影？你是杨丽呀，难道你听不出来吗？我说，我肯定听不出来呀，因为我是杨丽呀。我要是会觉得一个笑话能侮辱到人的话，那我这几年在台上是干啥呢？我这个人是不是有点太次了？就是我的标准不光不正确，我还不统一，是吧？那我这个素质，我还上什么节目？我就上网就可以了。但我其实都能理解，我觉得每一个人来表达自己情绪的时候，前提是他首先受到了伤害。就我也很矛盾，然后我就觉得可能是因为我这个性格，就是已经不适合在这个时候做一个脱口秀演员了。我现在敏感度太低了，我太大大咧咧了，我不适合做脱口秀演员。其实我最适合的是脱口秀观众。对吧？我听什么都不会生气，所以各位演员，你知道，不管你们什么段子，网上别人怎么说，以后放心给姐讲呢。你们的段子我来守护，我保证不会审判你们任何人。当然，有一天如果要让考上法官了，我就不能保证了。其实我很长一段时间，我心里觉得我根本不在意这个事儿。我直到我在这个节目开始做总编剧以后。会有女演员来问我说：“丽姐，你觉得我这个段子要讲吗？”我发现我说不出口，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说，因为我没有办法放松地判断这件事儿，我心里满满的都是担心。就是我让他们讲吧，我担心他日后的处境；我不让他们讲吧，我担心他们演出的效果。你懂吗？你知道，就是总有人来跟我说，哎呀，你没事，杨丽，你以后就讲点别的呗。我每次都想说，行，你别再说了，因为我就不会讲别的。让每一个人的创作都是由于他的生活经验构成的。当你要回避你的生活经验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创作的。我能擅长一条赛道，我已经很优秀了。难道我非得要完美，我才能站在这儿吗？反正我以后就也不来了。我就替我后面有可能会跟我面临同样的处境的朋友们说一句，跟大家说一句，就是我们以后就讲这个了。如果你真的觉得冒犯的话，你就去干点别的呗。谢谢大家，我是杨丽。大家好，我是王骗。大家好，我是一个女演员啊，看得出来哈。上节目了，现在百度上都能搜到我了。昨天我妈给我发了个截图，上面写着王悦，喜剧之王单口季选手。性别男，别人上节目是痛失艺名，我痛失性别。我上初中的时候就已经长得有这么壮了，所以在学校里面老是被别人当成男孩用。有的时候开学嘛会换教室，把我分配去抬桌子凳子，我一口气抬了40多张啊，把我累的都有点微微出汗了都。
我一转头，我看3个男孩去领新书，抬着同一摞书，还要在那儿1、2接。哎，我们整层楼的女生都疯了，全部站在那个走廊里面，快看呐，快看，他们好帅啊，他们抬得好稳啊。哎，我都心想，我说怎么这么轻易就能得到这么多的称赞？当男的好好啊。哎，别人讲这个可能有点阴阳怪气了，但我是真羡慕啊。哎，我确实我很喜欢我自己，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的。但是我发现很多的人真的很爱研究我，就大家老是在网上讨论什么男性凝视、女性凝视，我觉得我是被男女老少凝视。就每次跟我说话的时候，对面的人就会不自觉的从我的头发看到我的喉结，再看到我的胸膛。就不管我在讲什么，对面的人永远都是短头发，没脖子，而且我每次还要站在那儿等他们研究完我才能走，你知道吗？这很尴尬。但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啊，最见过世面的就是卖卫生巾柜台那儿的那个阿姨。哦，我也是会来例假的哈。我每次往那儿一站，她看都不看我，直接过来问我平时量大吗？我说阿姨，你要不要看看我？你没有什么别的疑问吗？她说有，平时量大吗？我觉得在这么一个需要凝视的地方，这个阿姨居然选择了无视我，而我觉得好有安全感啊！我真的很想一直就待在那个柜台里面，但我想了一下，还是要鼓起勇气往外面走一走。我不可能这辈子只买卫生巾吧？我量也没那么大。超市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而且很多人都说小朋友3岁看到老，我3岁你们能看到吗？我妈都看不到。我妈在我3、4岁的时候给我订了一门娃娃亲，就是我们隔壁家的男孩啊，20多年了，我们2家人就各自搬迁，再也没有见过面。前段时间他们一家人突然就去成都旅游了，突然就去我们家拜访了，这个事情对我们双方来说都挺突然的。我是最后一个知道这个事情的。我下班回去的路上接到我妈急匆匆的电话，她说你下班了吗？赶紧出去躲一躲，千万别回来。我说怎么了？怎么了？她说大3天一家人来了。哦，就是男主，他比我早出生3天啊。我们邻居都管他叫大3天，管我叫小3天。这就是最早的情侣 ID。大3天，多么远古的一个称呼啊！我甚至已经想不起来这个人长什么样子了。当我脑子里面蹦出来一句话：“逃跑吧，新娘！”我就真的躲了。但我越躲越生气，我觉得当时订这个娃娃亲，明明是2家人一起订的，为什么现在让我一个人来面对这份无法面对？我要让他也无地自容，我就回去了。当我站在我们家门口的时候，其实我心里很紧张。我就一直在问自己怎么办？怎么办？但我很清楚的知道，只要我推开这扇门，问这个问题的就是他们一家人了。但我推开门的一瞬间，我才发现，原来尴尬使人忙碌。我妈噌的就从沙发上弹起来了，开始在家里面扫地。我其实一眼就在人群里面看到大3天了，已经没有我印象里的模样了，干净的寸头，宽厚的肩膀，跟老子长得一模一样。怎么还长出夫妻相了呢？是吧？哦，不是刘仁成啊，不是刘仁成啊。我们俩四目相对，他也很尴尬。他说：“呵呵。”我说：“哈哈哈哈哈。”我一转头，我妈扫到厨房里去了。大3天的爸爸也很尴尬，还是我先开口打的招呼。我说：“叔叔阿姨好。”他爸爸在那儿听这个，好。我们这次来呀，主要是来旅游的。他们那天来的时候提了水果，提了牛奶，就是没有提这门娃娃亲啊。就我能感觉到他们一家人其实挺传统的，但我那天凭一己之力，我就让他们一家人都意识到，有些传统就是糟粕。但
话说回来，他们一家人走了过后，其实我心里还是有点难受的。我就去问我妈妈，我说你为什么下意识的就会让我躲起来？我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吗？是？你在家里面扫的都有静电了，我们俩头发在那儿立着。但我妈给我的回答其实挺戳我的。她说我虽然不想你伤害到别人，但是我更不想别人伤害到你。哦，那一下我就觉得，原来卖卫生巾的阿姨她通过看不见来尊重我。我妈妈通过躲起来来保护我，但是我更喜欢站在舞台上让大家看见我。什么男女老少宁无所谓，我就站在这儿，大家可以尽情的凝视我。谢谢大家，我是王悦。